失望，你们让我极其失望，怎么能这么不积极呢？国际奥委会最近非常丧气，对着2030年奥运会的申办清单扒来扒去，他最看好的几个热门候选城市上海、成都、广州压根儿就没有递申请。最近有个事儿啊，不知道大家听说了没？挺逗的，眼瞅着2036年的奥运会啊，这个申办期就要到了。这按理说吧，这可是块大肥肉啊！以前那都是打破头都得抢啊，结果今年这个风向那是相当诡异。怎么个诡异法呢？那是直接拒了呀，干净利索，毫不拖泥带水。好几个国家那是连客气话都不说，直接摆手，别，这个福气我可消受不起，你找别人去吧。甚至有的国家老百姓一听说这个政府要申办，直接上街游行，这个横幅都拉出来了，上面写着要面包不要奥运。哎呦喂，你琢磨琢磨啊，这奥委会以前多牛气啊，那是全世界的香饽饽啊！谁要是能办一届，那个市长能吹一辈子牛啊，这总统能写进历史书里。但是现在呢，紧跟着西方玩双标，玩着玩着呢，终于把自己从香饽饽玩成了烫手的山芋，甚至可以说是狗不理包子，还是放馊的那种。今天啊，咱们来看看啊，他是怎么把一手王炸的好牌打得稀烂的。大家还记得2001年咱们北京申奥成功那个晚上吗？萨马兰奇老头啊，那是颤颤巍巍的打开信封，念出北京那个词的时候，我的天哪，那全中国都炸了呀，那是真炸了。北京那是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啊！那个时候办这个奥运会是啥概念呢？那是天大的事啊！是从这个洛杉矶到北京，是从伦敦到东京，哪个国家不是砸锅卖铁，全民动员啊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，这个北京为了申奥，那个宣传片拍的跟这个好莱坞大片似的呀，每一帧都透了那么股子我想办，我有钱，我能行的劲儿。那个时候的市长甚至国家领导人啊，那是全球飞啊，去拉票去游说，连这个北京胡同口的王大爷那个时候都知道见着老外得说哈喽。这公交站牌上全是倒计时，那种全民族的期盼啊，那种心气儿啊，现在想想都起鸡皮疙瘩。那为啥那个时候大伙儿都这么上赶着？因为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奥运会这块金字招牌它亮啊，它是国家形象的超级广告。哎，你想想，全世界几十亿双眼睛盯着你啊，这得多大的牌面？这是国家软实力的舞台啊，是文化输出的窗口，是经济拉动的新引擎。最关键的是啊，那个时候的奥委会它有一个定位特别牛，叫政治不粘锅。这啥意思呢？就是说，不管咱们两国平时关系咋样，不管有啥矛盾，到了这个奥运会这儿啊，咱都放下刀枪，穿上跑鞋，公平竞争。他商业上不挑边，政治上不站队，全球化谁都能来。那只要你愿意投钱，只要你愿意搞建设，只要你愿意把这个组织工作给搞好，那你就是座上宾。咱们北京2008年那届，那说实话啊，那是把这个气氛推向了顶峰啊！这不光让世界记住了中国，也让这个奥委会是赚得盆满钵满的。那个时候的赞助商阿迪、可口可乐、三星啊，那都是排着队送钱啊，甚至为了争个赞助名额都能打起来。但是现在呢，2036年，连个像样的候选人都没有。咱看看现在是个啥情况。前面听说啊，这个德国柏林有点意思，想搞个100年回归。这印度新德里也是咋咋呼呼的，莫迪老仙也想露露脸，还有这个印尼雅加达也想冲一下。结果呢，现在一个个都咋样了？德国那边呢，老百姓不干了，这也太贵了，有这钱不如修铁路，降通胀。这政府一看民意难为啊，缩了。印尼那边呢，咱们后面细说，那是被奥委会恶心坏了。这印度呢，也是雷声大雨点小啊，大家表面上给的理由都是什么？财政压力大，全球经济下滑，要理性消费。那这话对不对呢？对，当然不全对啊。真正的原因是啥？大伙儿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啊。谁愿意为一个越来越双标、越来越政治化的国际组织背黑锅啊？以前奥委会是体育圈的和事佬，那现在它成了啥？成了带节奏的裁判，成了西方政治势力的打手。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啊，那假设你是某国的总统，现在呢让你花个几百亿美元修一堆场馆，然后请来一帮奥委会大爷，那这帮大爷来了之后呢，不对你的热情表示感谢，反而对你指手画脚啊，哎，你这个不符合西方价值观啊，哎，你那个有政治问题啊。这最后办完了，钱也花了，债也背上了，还得挨顿骂，这买卖谁干谁是傻子呀？
那说到这儿，咱们必须得好好聊聊奥委会这几年干的那些缺德事儿。那也就是他那个著名的选择性公平，这最典型的就是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。那自从这个俄乌冲突开始啊，这个奥委会那变脸速度啊比这个川剧还快啊。这嘴上说体育无关政治，实际上呢，那就是拿着政治大棒子往死里打呀。这奥委会搞出了个什么发明创造，叫中立运动员，这词儿呢听着挺高级的，实际上就是羞辱人。他规定啊，这个俄罗斯运动员想参赛啊，行。但你不能代表国家，不许升国旗，不许奏国歌，甚至衣服上不能有红白蓝三色，你得穿的跟个大白板似的，一身白或者是一身灰。那不知道的还以为刚从 ICU 跑出来呢，或者是哪里来的隐身人呢。这普京的新闻秘书，那平时说话多讲究分寸的人啊，都忍不住了，直接质问：这叫中立吗？这是赤裸裸的歧视。更恶心是啥呢？有些西方国家啊，比如这个德国啦、美国，他们办比赛的时候，我是阴招啊，哎呀，我不禁止你参赛，但是我不给你发签证。你说这招损不损啊？运动员训练了4年，机票都买了，结果签证官告诉你拒签。这奥委会这时候去哪儿了？他是聋子也是瞎子，他含糊其辞，既不谴责主办国，也不给运动员出头，就放任这些国家为所欲为啊！甚至国际残奥委会和滑雪联合会啊，人家更干脆，直接说俄白选手不准来，理由呢？没理由，就是看你不顺眼。这哪是体育组织啊？这简直就是某些国家的边外外交部啊！那你要说奥委会是嫉恶如仇，是个道德卫士，那也行。但是问题是，他这把尺子啊，那是橡皮筋做的，能量长，能量短。咱们来看看印尼这档子事啊。之前印尼呢要办 U20 世界杯，当时因为这个以色列要来参赛，印尼是穆斯林国家嘛，这个民间情绪很大，这老百姓反对以色列入境。结果呢，国际体育组织那是雷霆手段啊，直接取消印尼的举办资格，甚至奥委会这边马上跟进，连带着把印尼申办2036年奥运会的资格都给撸了。那哪怕印尼后来解释求情没用，一巴掌呼死，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。咱们再转头看看现在啊，这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干的那些事儿啊，这全世界都看着呢呀。这联合国都喊停了多少回了，每天多少平民伤亡。这个时候正义的奥委会在哪儿呢？有没有取消以色列的申办资格？有没有让以色列运动员穿着白衣服当中立人？有没有禁赛？屁都没有啊！甚至在巴黎奥运会前夕啊，有这个记者问这个奥委会主席巴赫这个事儿，这巴赫是怎么说的？他说啊，我们的任务啊是让大家团聚，不是搞分裂。听听啊，听听，这话说的多么冠冕堂皇啊！哎，怎么到了俄罗斯和印尼这儿就必须得制裁啊？到了以色列这儿就是我们要团聚啊？这双标玩的连脸都不要了，一个是严厉打击，一个是默许纵容。这谁还看不出来啊？奥委会现在啊，就是看着西方的指挥棒转圈圈的。再来说个更让人笑掉大牙的事儿，反兴奋剂，这可是体育公平的底线吧？前段时间，美国有个短跑名将叫埃里扬奈顿，这小伙子啊被查出来类固醇阳性，实锤吧？这按照规矩，这得禁赛吧？嘿，你猜怎么着？人家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给出一个理由，这个理由啊，简直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了。他们说啊，这个奈顿啊之所以阳性，是因为他吃了受污染的肉。哎呦喂，这美国牛排是太上老君炼丹炉里烤出来的吗？这一吃就能吃出类固醇阳性？如果这个理由能成立，那咱们去美国旅游是不是都得小心点？吃顿牛排回来，好家伙，尿检阳性，那警察叔叔都以为我吸毒呢。关键是这么离谱的理由，国际奥委会他就信了。他不仅信了呢，他还不处罚，这样让人家上场比赛。这就让我想起以前那帮美国药罐子啊，卡尔刘易斯承诺过自己药检阳性被掩盖，贾斯汀加特林那更是著名的药王啊，每次被抓都有理由，什么按摩师抹错了油膏，什么吃错了感冒药，反正只要你是美国人，你总有一个理由能被豁免。咱们再看看中国队啊，巴黎奥运会那是真的惨烈，咱们的游泳队人均接受了21次药检，21次呀，朋友们，什么概念啊？那半个月里啊，咱们的运动员除了吃饭、睡觉、训练，就在厕所里待着了。这早上还没醒呢，检察官来了；这晚上刚睡下，又来了。这哪是比赛啊？这就通过折磨你来干扰你心态啊！而这个美国队呢，人均只有6次。这个数据可不是我瞎编的，是这个国际检测机构自己公布的，白纸黑字摆在那儿呢。咱们游得快，他们就说是药；那他们跑得快呢，那就是天赋，或者是吃了块神奇牛排。
甚至有的美国运动员比完赛啊，这个脸紫的跟个茄子似的，大家都说是紫薯精熬。这个奥运会也不去查查，装没看见，这一目了然的不公平，谁心里没杆秤啊？所以啊，您现在明白了为啥2036年没人抢了吧？那些商业赞助商他也不傻呀。以前呢是抢着送钱，现在呢谁也不想自己的品牌跟这么一个搞政治、拉偏架的赛事给绑在一起。那万一哪天因为这个站队问题，这个品牌形象翻车了，那不是亏大了吗？咱们老百姓啊更不买账。这雅典办完奥运会啊，国家差点破产；里约办完奥运会啊，这个场馆现在都长草养蚊子了。就连曾经对奥运会热情满满的印度啊，这次也是被泼冷水。这莫迪老乡啊，那是真想办啊，又是调动外交资源，又是抛出几十亿的预算蓝图。结果呢，这个奥委会反应冷淡，说是评估时间未定。其实奥委会心里也虚啊，他也怕印度那个组织能力。那想想当年的英联邦运动会啊，这运动员宿舍里有蛇，敲完塌了。但是更重要的是啊，这个奥委会现在的态度啊是看人下菜碟的，他在盘算啊，把这个主办权给谁才是最符合他的政治正确。至于咱们中国不申办2036年的奥运会啊，有人觉得意外，其实我觉得特正常啊，甚至想给国家点个赞。现在的中国呢，早就不需要靠一场运动会来证明我不弱了。咱们的高铁，咱们的5G，咱们的人工智能，咱们满大街跑的新能源车，哪一个不是响当当的国家名片啊？在现在这个国际规则全看脸色、看立场的今天，中国更愿意把这几百亿、上千亿的资金投入到民生上，投入到教育上，投入到科技研发上。咱把这个养老金涨一涨，把这个医保搞好，把这个芯片给造出来，这不比去办一个可能被冷处理，甚至可能被穿小鞋的体育秀场强多了。这其实也是很多国家的共识啊，花那么多钱啊，搞一场可能不被认可，还可能被政治化的盛会，值不值啊？这答案是越来越清晰了。不值。最后呢，我想送给国际奥委会一句话啊，从当年全球最受尊敬的体育盛事，到现在连主办地儿都找不起的烫手山芋，这一路走的是真让人唏嘘啊！不是世界变了，而是你们变了。如果还想让奥委会活下去啊，就得赶紧醒醒，别再让中立沦为口号，别再让双标毁掉公信力。老百姓要看的是干净的比赛，是人类极限的突破，不是你们带着偏见的政治秀。好啦，今天就聊到这儿啦。这事儿啊，咱们且看着呢，看他2036年啊，最后到底甩锅给谁。我是小兰，我们下期再见。